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0秒思考》。这本书有150页，我会用大概24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怎样提升你的思考力。领导提问的时候，我们可能绞尽脑汁，半天仍然原地踏步，想不出东西来。可是隔壁的同事，他立马就条理清楚地回答了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思考力的差别导致的结果。那怎么样能提升我们的思考力呢？很多人觉得可能思考力的提升太难了，有的人就是逻辑比较清晰，有的人就想问题比较慢一点，比较混乱一点嘛。可这本书的作者赤羽雄二在麦肯锡工作了14年之后，他发现思考力的培养是有办法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像麦肯锡精英一样思考。可以这么说，麦肯锡的理念对于作者赤羽雄二而言是深入内心的。他1986年就进入麦肯锡工作了，到90年的时候从零开始创办了麦肯锡韩国分公司。他很深度地参与了 LG 集团从韩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他在这14年的工作当中养成了一个工作习惯，那就是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写下10个笔记，然后晚上整理。他发现只要通过这么训练，就能够极大地提升他的思考力，最终能让他达到一看问题就浮现答案的境界。他把这种能力称为0秒思考力。怎么样培养能像赤羽雄二这样的0秒思考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0秒思考的方法怎么操作。第二，掌握0秒思考的关键点是什么。第三，0秒思考能够起作用，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好，让我们一一来看。先看第一点，0秒思考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0秒思考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来说，那就是把你头脑中浮现的想法一一写下来就可以了。这就是整个方法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具体实施起来它有一些要求。比如我们按照他书中的要求，拿出一张 A4 纸，把它横着放到桌面。第二步，拿出笔，在这张纸的左上角写下你头脑中的想法作为标题，然后在标题旁边写下日期。接下来在你的标题下面画一道横线作为分隔，在它的下面来写下你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答案内容。整个过程控制在1分钟以内完成，这就是0秒思考的方法步骤。如果你头脑中又有一个新的想法，你可以再拿出一张 A4 纸，照着这个步骤重复做就可以了。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疑问，我一定要用 A4 纸吗？比如我用纸质的笔记本，或者说我用电脑、手机记录不行吗？不行。作者他自己也试过用纸质的笔记本或者电脑做记录，但这里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纸质的笔记本它是装订起来的，写下来内容呢不方便整理，而电脑呢你又不能随时记录，你还要开机。就算你有手机随时记录，你也只能写文字，想要手绘一些内容，比如加一些插图啊，画一个线条呀，那就很浪费时间了。而在这个时候头脑灵感可能就跑掉了。所以呢，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用 A4 纸，灵活方便，非常便捷。这就是0秒思考这个方法。不过呢，咱们现在只是介绍了0秒思考这个方法的轮廓，具体操作时呢，其实它有3方面要求要遵守，那就是关于标题、内容和时间。我们先看标题有什么要求要遵守呢？首先你这个写标题呢，不仅仅是把想法写下来，你要注意一点，尽可能把标题问题化，就是把你的想法最好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你头脑中想到的一个想法是今天开会不顺利，你可以就把这个标题记下来的时候写成怎么样能让开会顺利呢？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就更容易你激发想法？或者说你还可以把这个标题写成为什么今天开会不顺利？我怎么样能让开会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自己？类似的有很多。为什么今天女朋友不开心呢？我的工资怎么能够涨上去呢？妈妈今天怎么又不开心呢？一旦我们把标题写成疑问句，这个问题就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主动思考，寻找答案，锻炼我们的思考力了。方法很简单吧？不过这个标题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也还有2点要注意。第一个要注意呢，就是一页标题一张纸，别怕浪费，尽管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页只写一个标题。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浪费，但作者说这么写其实有好处的。一方面地儿大嘛，写的字就少，看起来很清爽，心情愉悦。但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还能在空白的地方画点草图、线条来构思方案，有助于你把思考的过程可视化。如果你觉得确实很浪费，那你可以用纸张的背面来写，这样就节约用纸。那第二件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有想法就写下来，写重合也不要怕。
我们经常头脑中昨天想的一个事儿，今天我们可能在脑子中又出现，接着想。这个时候昨天想过的问题，今天还要写吗？作者的建议是写下来，哪怕一模一样的想法你也写下来。为什么呢？作者说，其实我们一个想法之所以重复的产生浮现，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想透，或者还不放心，所以出现了你就继续想。你可以继续用这个0秒思考记笔记的方法督促你的大脑去思考。有人会想，我昨天想过，我要不然拿出昨天的这个笔记，我来再补充或者接着想，继续完善吧。关于这一点呢，作者的建议是你最好还是直接拿一张新纸重写。为什么呢？一方面你要找出昨天的笔记啊、资料啊，本身就花时间，可能你脑子中闪出的灵感就失去了。另一方面呢，其实你接着内容写啊，反而不容易理出这个头绪。对你而言，真正重要的其实是通过反复对这个问题思考训练，逐步整理思绪，让自己理清楚，也就不会去想了。所以呢，你就再拿出一张纸写好了。这就是写标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写内容了。所谓内容嘛，就是对标题中的疑问做出回答，我们是怎么思考的一些答案。比如我们上面的标题是我怎么在会议上发言能够更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那下面内容可能就是第一，我是不是可以再用一些优美的词藻？第二，我是不是让自己的发音再标准一点？第三，我是不是可以下次声音再大一点？等等，这些都是你想到的可能的答案。但是和标题一样，写内容也有注意的事项。第一个注意的事项，那就是每条字数不能太少。刚才我们写下答案，我下次说话声音高一点，那这就是不合格的。为什么呢？作者说你每条应当写的字数在20到40个字之间，那不少于20个字。其实你如果一条写的字太少的话，就是很笼统，大脑的模糊的想法被记录下来了。那你没有深入的组织想法，你的思绪就不清楚，不利于你提高思考力。怎么办？就是强迫自己字数写多点。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我下次把说话声音提高点，这就不够20字嘛，你要扩充的内容可能是这样的：下次当我看到其他人对我发言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就要提高音量，让所有的人听到我。这样其实内容的增加就督促了自己的思考。当然了，作者在书中只是说我们要写不少于20个字啊，在20到40个字之间的内容，但是具体写哪些内容呢？怎么写呢？没有提。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标题疑问答案是差别非常大，没有一个可以统一参考借鉴的方法。不过我个人倒是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你供参考哈，那就是你这个答案如果要写到20个字以上，你可以想办法让它包括几个要素，那就是你一句话有条件、谁、做什么、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我们刚才的题目是我怎么样在会议上发言能够更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你的答案就可以用前面的这个套路。条件，当我觉得没自信的时候，谁、我做什么就大声地说出来，产生的结果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给自己鼓舞。你看这个内容是不是就丰富了很多？这样训练思路就清晰了不少。当然了，未必所有的答案都能适合这么写，这也不是书中给出的方法，只是我个人分享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参考。那这是写内容第一个注意的事项，每行字数不能太少。那写内容还有第二个注意点，那就是行数不能太多，这要求挺多哈。这个标题下面的内容呢，不能写个10行8行没完没了的，你得写4到6行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作者说你写的太少呢，其实是没有起到思考的作用，那就写了1条。你写的太多，10条8条超过6行，往往是你没抓住重点。你把重点内容和非重点内容都混在一块写了，这个时候思路也是不清晰的。在作者看来，你一旦超出6行，比如你写了10行，那肯定是把一些次要点和重点混杂到一块，它们很可能是从属关系，你把它并列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写过超过了6条，那你就要检查，想办法把超出的内容合并起来，最终只呈现4到6条这样的一个数量。其实如果你熟悉麦肯锡的方法，你就会发现麦肯锡方法要求比这个还要高。它一般是你超过3点就要求合并，必须把一个问题在3点之内讲清楚。作者在这里还放松点要求，让你在4到6点能说清楚就可以所以这是写内容注意的事项。那除了标题和内容，最后还要注意的就是时间，也就是要控制时间。作者说我们写标题加内容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1分钟，也就是这个 A4 纸的思考必须1分钟写完。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作者做了很多实践之后发现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很多人就坐在桌子面前看着一张 A4 纸能看半天写不出几个字，或者写了2-3行觉得不好又撕掉揉掉重写，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的。作者说别这么着，要训练0秒思考的能力呢，你就得把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有了时间限制，反而大家效率更高。我们都有过临到交稿日那天的时候效率暴增的这种经验，这也一样，把笔记控制在1分钟之内也是这么个原理。而且呢，作者说养成1分钟内完成笔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因为时间很短，你就可以随时把头脑中的想法写下来，抓住灵感。比如作者他自己在飞机上打盹的时候，或者是自己临睡前的时候，脑子中蹦出一个新想法，他立刻就用这个办法1分钟记下来，不错过任何一个灵感时间。这就是坚持1分钟内完成笔记的好处。只不过呢，我们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不习惯啊，1分钟写不完4到6行。作者建议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拿出一个表来计时，对照的时间来做笔记。如果1分钟时间到了，你确实没写完还想写怎么办？最多再给你15秒钟的宽限时间，把剩下的内容写完。在作者的培训经历中，他发现每当这个时候人们为了15秒钟完成任务，大脑就高速的运作，思考和写作的速度就会快很多。这么训练一段时间，就习惯1分钟内完成了，不需要这额外15秒钟的备用时间了。这个时候，你 A4 纸的思考笔记法就基本掌握了。你能够基本上做到头脑中一出现想法的时候，瞬间就能想到一些描述这个想法的方法，而且你还能同时记录下来，不多不少1分钟就把它写完。这就实现了你能够0秒思考的能力基础。你看，上面我们介绍了标题、内容、时间，它们都是训练0秒思考的方法。先在左上角写上标题，最好是一个问题的形式，然后在下面写4到6行的答案，每行20到40个字之间，把整个过程控制在1分钟之内。那如果再产生新想法，重复这个步骤就可以了。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不过呢，想要这个方法更好的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思考力，我们还有3个关键点要注意掌握，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2个话题。哪3个关键点呢？我把它总结成9个字：深挖洞，广积粮，再回顾。什么意思呢？深挖洞是说你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把从第1页纸的想法不断衍生成2页纸、3页纸、4页纸，把一个问题想透。举个例子我们先把今天的想法写成标题嘛，就是为什么今天经理不跟我说话呢？这个标题下面你可以写内容，你的内容可能是思考的答案4到6行。比如说，第1，是不是因为经理不满意我上次开会时的发言呢？第2，是不是我上次跟小王吵架，让经理觉得我做的不合适，所以他不喜欢我了？第3，是不是因为他最近很忙，没时间跟我说话呢？第4，是不是因为经理今天被老板批了，他本身心情不好呢？你看你就写下了4条内容嘛。那深挖洞是什么意思呢？深挖洞就是你可以把这些原因，就写下来内容的原因，再当做新的标题来接着思考。比如我们可以把刚才内容当中的第1条拿出来，领导不和我说话，是不是因为我前2天会上发言不好，作为你下一页的标题。围绕这个新标题，你又可以去思考内容答案。我上次发言的时候和领导唱反调了，他觉得我过分，这是一种可能。第2，是不是我其实发言内容没问题，但是我自己表达方式有问题呢？第3，是不是我能力就有限，根本没办法做好一次发言呢？第4，那是不是我按照领导的喜好写一个稿子，这样念比较安全？你看，这就形成了基于上一个问题的新的1页思考笔记。你还可以顺着这个笔记继续往下写，比如再拿第2个笔记的第1条，是不是因为我上次发言和领导唱反调，让领导不满意呢？可以作为我们第3个思考笔记的标题，你就继续想嘛。这个答案是：第1，是不是领导不喜欢别人公开跟他唱反调呢？第2，是不是唱反调其实没问题，但是当时大老板在场，我不能这样发言呢？第3，是不是我这个问题其实思考不全面，让他觉得我能力有限呢？第4，是不是我要看看其他人唱反调之后领导的态度如何等等等等。这样你看，我们就把最开始头脑中浮现的想法是领导为什么今天不跟我说话这件事儿，逐步变成了我是不是上次发言不好，以及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言要注意事项。我们把一个问题思考的深度就深了很多。我们这里就要提一句0秒思考的这个笔记方法不是让你拿来直接解决问题找答案的你想到答案未必是最好的答案，它只是帮你训练思考力的。
你看，我们刚才那3页 A4 纸思考笔记的训练，就是帮我们逐层深入分析问题，这个过程就叫深挖洞。而掌握0秒思考还有第二个关键点要注意，那就是广积粮。什么意思呢？如果深挖洞是说我们把一个问题层层推远，想得越来越深，那么广积粮就是对同一个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提问，把这个事情的相关因素和相关角度全都考虑到。举个例子哈，比如你关心的事情是今天我会议发言又搞砸了，这么一个想法。广积粮的方法就是什么？你从不同的角度想，比如为什么我的发言会搞砸？什么时候我能够在会议上发言好呢？我发言不好的时候怎么样挽回呢？为了发言好，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对吧？你看，你就从不同的角度想。其实你还可以从很多角度想，比如我什么情况下发言会失败呢？有谁在会议上发言得好呢？他做了什么工作呢？又有谁在这次发言他也不好呢？他是什么原因呢？你看，对于同样一个今天发言搞砸了这么一个事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思考，这就是广积粮。我们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而用广积粮的方法就是把每一个问题进行各个角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剖析。你想，如果你把一个事情抛开了揉碎了不同的角度想，你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能不提升吗？这是第二点，广积粮。第三个关键点叫再回顾。前面说了，作者每天用这个方法写10页笔记，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每天晚上要回顾今天记下来的笔记，然后隔一段时间呢把这一段时间写下的笔记来翻一翻看一看，看看自己思考问题有没有进步。作者说有时候他翻过去内容的时候看到，哇，这个内容是我写的呀，怎么写得这么好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想想，每天如果写10页，一个月就是300页，那怎么回顾？回顾的频率该怎么安排呢？作者给的建议可以总结为036回顾法，也就是说0回顾、3个月回顾和6个月回顾。0回顾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不用回顾，只要当天晚上看完你写的笔记之后收起来就好。以后如果再想起类似的事情，你不用拿来温习，你直接找新纸写下来就可以了。这就是0回顾。那什么是3个月回顾呢？就是你下次再看这个资料就等3个月之后了。因为呢3个月的时间呢，人关于同一个问题的想法或者是以前的观点可能忘掉了，或者发生了变化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再拿出来过去的笔记来看一看了。你看的时候可能就发现，哇，原来我当时还为这个问题担心过，哇，我当时是这么想这个事情的呀。你看这个时候3个月思考我们就会有很多启发，回顾嘛，这就叫3月回顾。那最后呢就是6月回顾，也就是说你一个笔记写完了以后，3个月回顾以后，再过3个月把这个笔记再拿来看一遍。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半年前思考的事情，而那个时候的事情呢，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有结果了。我们当时担心了什么，后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做出了哪些决定，事态是怎么演变的，都已经清晰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又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启发。而且呢，因为我们是第二次看，所以大部分内容我们也记住了。所以作者说你6个月回顾以后呢，原则上就不用再回顾了，因为这些笔记你已经基本记住了，而且自己已经从笔记上获得了很多价值了，它起到的作用已经够了。好，这就是用036的方法进行再回顾，来帮助自己提升认知，来加强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总结一下哈，这就是0秒笔记执行当中的3个关键：深挖洞，把一个问题逐层剖析，不断训练思考的深度；第二个关键点，广积粮，从不同的角度360度无死角的把问题想明白；第三步，再回顾，每3到6个月审视回顾，看看自己思考问题的脉络。知道了这些，你可能大概就明白了这个0秒思考的笔记方法该怎么操作了。不过呢，我们要熟练掌握和应用一个方法，最好不仅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第3部分的话题，为什么0秒思考的这个笔记方法它会起作用。作者说这个0秒思考的方法其实是他开始琢磨人为什么不能深入思考，然后就想办法写了几万张笔记，找了1000多个人实验实践，最后总结出来的方法。这个方法为什么有效呢？作者自己给出的解释呢，是说深入思考其实就是要进行归纳总结，可是大多数人一想自己要归纳总结，反而想不出东西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就是不刻意进行归纳总结，而是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写下来，这样思考力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作者赤羽雄二的话呢，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方法之所以有用，可能背后还有3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呢，这个方法起作用是它遵循了大脑思考问题的规律。
你看我们经常想不清楚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脑子里面是乱乱的啊，一团糟，不知道该先说啥后说啥。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大脑在记忆的时候呢，最多只能同时记住4个组块的信息，也就是一旦超过4个以上的组块信息以后，大脑就处理不过来了。当然处理不过来不代表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办法就是你把大脑中存储的多的想法来放在外部，比如写在纸上。所以作者说把头脑中浮现的内容一出现就写在 A4 纸上，其实就是在清空大脑嘛，把大脑看似一个一个模糊的混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下来，这样就能减轻大脑的负担，我们看着纸来思考就能提高思考的效率。第二个原因呢，它可能遵从了我们培养习惯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培养一个新习惯最好启动起来非常容易。我们此前在《微习惯》这本书中讲过，要让一个习惯能够坚持下来，一定要让这个习惯小到让你毫无压力去采取行动。而0秒思考的方法就很简单，把一个1分钟的想法写下来，写4到6行字，每行也就20到40个字，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言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就很容易坚持下去。而一件事情坚持久了，自然就会有效果。你看，如果你熟悉麦肯锡方法的人就会发现，其实前面0秒思考运用的这个方法是把麦肯锡的金字塔原理这个方法拆解成了笔记的形式。只不过作者说很多人一想到要归纳总结就觉得太复杂了。而作者就非常巧妙地用这个记一下大脑的想法，然后转化成问题，再译成4到6条，层层逐步推进，来让我们把思考问题给规律化、总结和归纳。所以你看，作者其实是用了微启动这么一个思路，帮助大家迂回的在训练金字塔分析的能力。第三，0秒思考这个方法它能起作用，还很可能是因为它调动了和促进大脑记忆和思考的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首先要把想法转化成疑问，其实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明确问题、明确目标是我们能够清晰思考的一个第一步。高尚的人士的7个习惯当中就在说嘛，我们要做到以终为始，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道理，都是要训练这部分的思考力。其次呢，我们在回答问题写内容的时候，又是一个把思考过程可视化的过程。我们通过把头脑中零碎的想法梳理成4到6条20到40个字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把我们这个手眼脑同步协调了起来。再加上我们前面提的微习惯的效应促进大脑记忆的效应等等综合起来，就能让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0秒思考的方法，也能帮助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用这个方法提升自己思考的能力。所以当你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用这个方法的深入思考的多，思考了不同的角度去做训练，时间久了，自然就一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头脑会浮现答案，进入0秒思考的境界。好了，以上就是0秒思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回顾一下全书。首先，0秒思考这个方法，一句话说就是把头脑中浮现的想法写下来，只不过写的时候要注意标题、内容和时间的要求。标题呢，最好是疑问的形式，内容呢要控制在4到6行20到40个字之间，整个过程在1分钟内完成。其次呢，实践这个方法有3个关键点要注意，那分别是深挖洞、广积粮、再回顾。深挖洞就是说你要把一个问题层层推进，把它想深小透，而广积粮就是说你要把一个事情从不同的角度360度无死角的把它想明白。再回顾呢，就是说你可以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分别回顾一次，重新启发自己，加深认识。最后0秒思考这个方法起作用，可能还应用了一些我们大脑记忆的原理，我们微习惯启动的原理，以及调用了我们手脑眼综合协作，才让这个方法简单有效。好，祝贺你又听完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